乌克兰军队缺少防空能力，反攻就没有希望。为什么会这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超。就在外界等待乌克兰军队将要发起大规模的反攻之际，美国最高军事将领马克·米利泼了一盆凉水。他说，美国已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和培训使用 M1 主战坦克的进度，但是在对俄战争中没有灵丹妙药。米利还强调说，对乌克兰而言，最重要、最关键、最有效的军事任务是构建起地面防空能力。这的确需要引发我们的思考，因为米利将军可不是政客，而是比较理性的职业军人。现在的问题是，米利上将为何会强调乌克兰军队需要优先强化防空能力呢？首先，俄罗斯军队在消耗战中仍有可能通过空射精确制导弹药来夺取优势。如果我们观察俄罗斯军队最近的表现，亮点不多，但是战斗轰炸机开始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的趋势则比较明显。俄乌冲突被认为是以地制空战略的巨大成功，俄罗斯空天军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制空权，所以乌克兰在获得西方战斗机之前，乌军仍然需要加强以地制空的能力。如果乌克兰军队无法在后方和作战的第一线建立起稳固的防空网，那么就非常有可能在俄军的精确制导滑翔炸弹等武器的打击下难以坚持。使用防球外滑翔炸弹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量足、爆炸威力还大，是俄军能够用得起的消耗战的利器。第二，乌军的反攻由于缺少野战防空，随时都有可能被俄罗斯空天军阻止。乌克兰组织起来的装甲进攻力量，如果进行短距离的突袭还可以，要想进行大范围的穿插作战，或者攻击距离太长，那么在乌克兰的大平原上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如果乌克兰军队没有伴随保障的野战防空力量，那么在对俄罗斯军队有稳固防线的区域发起纵深攻击，那么其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第三，乌军能否建立起夜战优势，同样也是反攻的关键。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乌军没有条件组织起野战防空体系，还有可能利用西方的坦克和装甲车的夜战优势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空天军发挥作用就会被克制，因为俄罗斯空天军和地面装甲部队都缺少夜战能力。第四，乌克兰军队需要建立起复杂的后勤保障能力，否则攻击范围将相当有限。除了防空体系的建设以外，西方坦克和装甲车辆的攻击范围与乌克兰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建设也密切相关，否则进攻很可能快速熄火。这道理很简单，乌克兰拿到的坦克和装甲车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西方装备的保养都非常复杂。总体而言，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可能会到来，但是不会来得太早太快，因为现在的俄罗斯军队已经大范围的收缩了防线，没有去年8月时那么多的空档可以钻了。乌克兰军队需要更多的坦克和装甲车，也需要建立起相对完善的野战防空系统，更要发挥其夜战优势。当然，还必须具备复杂的后勤保障能力，这些都是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训练，以提升其战场组织能力的。当然，俄罗斯军队是否能够抓住乌克兰军队的短板，组织其有效的防御战术，仍然有待观察。因为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在乌军上一次反攻过程中，俄罗斯空天军就未能发挥该有的作用。那么，俄军是否接受了相关的教训，在下一阶段的作战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关这一点，还需要我们持续观察。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